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不顾家人的阻拦，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公，还以为老公会被我感动，没想到老公想的却是吃我家的绝户，还把小三带回家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洗好澡后，张琴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了床上。老婆，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？还是再等等吧。我们不是说好买房以后再生孩子的吗？不知道是哪里刺激到了张琴，她满脸怒气。等等等，每次你都这样说，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再说了，京都的房子，是你说想买就买的吗？你不就是嫌我穷吗？我要是一辈子买不起房子，你难道要我张家断子绝孙不成？我被张琴这番话气得不行，原本还想告诉他，我新做的项目大赚了一笔，等发了奖金，我父母再支援一点，我们就能够在京都付个首付了。可看着他这副嘴脸，我突然不想告诉他了。张琴，你这么说就太没良心了。我要是嫌你穷，一开始就不会嫁给你。张琴却揪住了我这句话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一脸痛心。好啊，殷小慧，你可算说出了你的心里话。你是不是早就后悔了？所以一直不愿意给我生孩子，害得我快30岁了还没个后。我差点被气笑了，声音也冷了几个度。张琴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是你说买房前不要孩子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挤在这不足10平方米的合租屋里，连洗澡刷牙都要排队。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吃苦，想让孩子有个好一点的成长环境，有错吗？张琴胸口上下起伏着，看起来很生气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个月工资还是3000块钱，哪来的脸说买房？单靠我一个人，能买得起吗？我工作的底薪只有3000块，但是提成很丰厚，一单能赚5位数。但这些我没有告诉张琴，而是悄悄把提成攒了起来，想着等攒够了首付，再给张琴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没想到他却开始嫌弃我工资低。我正要张口反驳，就在这时，张琴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他就拿起手机去阳台接电话。等回来时，脸上的怒气已然不见，甚至隐隐有一丝兴奋。他走到镜子前理了理头发，又换了一套自认为很有品味的衣服后离开了家。3个小时后，已经是半夜1点了，张琴还没回来。他走的时候，我正在气头上，也没问他去哪儿。如今冷静下来，倒有些担心。我和张琴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，恋爱3年，结婚4年，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。7年来，我们感情和睦，很少吵架，但今年却为生孩子这件事吵了好几回。特别是这次，他说出的那些话让我有些难以接受。正想着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，张琴开门回来了。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只好闭上眼睛装睡。张琴进房后也不说话，又去洗了个澡后才上床睡觉。没多久，耳边就传来鼾声。他睡得很香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想起今天我和他洗过澡的脏衣服还没洗，我又爬起来去洗衣服。
我和张琴租住在一个3室1厅的套间里，与另外2户人家一起合租。隔壁房间的住户前2天搬走了，听说正在招租。对门的那户人家回家探亲去了，也不在家，这让我松了口气，不用蹑手蹑脚，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个点洗衣服了。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洗衣服时经常会溅我一身的水。洗衣机早就坏了，不能用，衣服只能手洗。尽管如此，这也是我在京都住过的最好的房子了，起码有卫生间和厨房。虽然是几户人家挤着用，但也好过没有。前几年刚来这边的时候，我只能和张琴租住在地下室，房间阴暗潮湿，常年晒不到太阳，上厕所还得去公用卫生间，吃饭只能买最便宜的盒饭。那几年，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苦的日子。今年好不容易搬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，张琴却开始变了。我微微叹了口气，从洗衣篓里拿过衣服准备开洗，手却碰到了一片湿漉漉的东西。我皱眉看着手中张琴的内裤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平常张琴洗澡的时候，都是直接把内裤和衣服一起放进洗衣篓，今天怎么特意把内裤打湿了再放进去？这样子，怎么像是在掩盖着什么？而且他是洗过澡再出去的，回来后怎么又洗了个澡？我摇了摇头。这么多年张琴都很本分，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吧。第2天，我下班后开门进屋，一进去就看到张琴和一个年轻女孩一起开心玩闹着。见我回来，张琴的表情一僵，随即若无其事地搬着东西。年轻女孩倒是主动走上来和我打招呼：“你就是小慧姐吧？”“你好，我是新搬来的住户，你叫我小燕就好了。我以后就住在你们隔壁，还请你和张哥多多关照。”原来是新搬来的租户。小燕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，热情又有礼貌，让这几年来疏于打扮的我有些自惭形秽。简单的打了个招呼，我看向她身后殷勤搬着行李的张琴。小燕笑嘻嘻说道：“小慧姐，我的行李实在太重了，所以让张哥帮忙搬一下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”我看了一眼殷勤搬着行李的张琴，什么也没说，都已经搬上了，还来问我介不介意，真是矫情。我走过去打开冰箱，拿起一瓶水就要喝。小燕见我没回答，脸上的笑容一僵，在看到我手上水的时候，她又笑了起来，只是这次的笑容里仿佛还掺杂着什么其他的深意。小慧姐，你手上的那瓶水是我喝过的。我一听，手中开盖的动作一顿。小燕见状，脸上的笑容不减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我不介意和小慧姐一起喝一瓶水。我相信，小慧姐也不会介意的吧。我将矿泉水放回了冰箱。既然是你的，那还是留着给你喝吧。我从不喜欢和别人共用东西。小燕笑得更深了，没再说什么，走过去和张琴一起搬行李。张琴却让她到一边坐着，说粗活让她来做就好。两人说说笑笑，看起来很亲密，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。而张琴对他十分体贴，和昨天跟我吵架时的样子判若两人。这一幕看起来，仿佛我才是外人，而他们是新婚燕尔的夫妻。哎呀，张哥，看你出了一身的汗，
肯定渴了吧？我去给你拿水喝。小燕打开冰箱，拿出一瓶水，递给张琴。两人的手还不经意地握在了一起，虽然又迅速分开了，但我还是看得个清清楚楚。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。拿给张琴的那瓶水，正是我放回去的被他喝过的那瓶。等张琴喝过之后，他才后知后觉地喊道：“哎呀，张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这瓶水是我喝过的了。”张琴抹了抹额头的汗水，毫不在意地说了声没事。在厨房里准备做饭的我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心里一片冰凉。以往每次吵架，张琴都会不遗余力地哄我，而这次明明是他先挑起的事端，不但一整天都没有找我，我回家后他也跟没看见似的。他在这殷勤地给女邻居搬家，开心地和女邻居调笑，而我还生怕他饿着买菜回家做饭。看了看手中被扯烂的青菜，我气得丢到了一边。公司有免费的食堂，为了省钱，我都是在公司吃过饭再回家，但其实那些饭菜是为加班的员工提供的。为此，同事们都在背地里说我抠门，爱贪小便宜。为了省钱买房，我生生将那些忍了下来，所以回家做饭，也只是做给张琴一个人吃而已。既然他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我又何必再舔着个脸做饭给他吃？解开围裙，我满脸不悦地穿过客厅，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砰的一声，我用力将房门关上，独自走到了阳台上坐下，沉默看着窗外并不好看的风景。过了许久，张琴才打开门走了进来，她的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，走过来就想抱我，被我躲开了。老婆，你还在生气呢？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昨天是我错了，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你吵架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看着眼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男人，我头一次觉得有些心累了。但7年的感情在那里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最终，我还是心软原谅了他。经过这么一闹，天已经全黑了，再去做饭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正想着要不要给张琴点个外卖，小燕却敲门走了进来。张哥，今天辛苦你帮我搬家了，现在天色这么晚了，我看你们也没吃饭，要不我请你们去饭店搓一顿吧。小燕的眼神看向我，脸上带着一丝笑意。不知为何，我看着小燕那张笑脸就觉得有些不舒服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去吃吧。这样啊，还真是有点遗憾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吃饭吧。小燕嘴里说着遗憾，脸上却莫名有些兴奋，笑嘻嘻地开门出去了。张琴的脸上也有了几分雀跃，她这反常的表现，让我的心里有了一丝狐疑。张琴见我看着她，赶紧收起了小心思。老婆，你在家等我，我吃过饭就回来。关门声响起，室内再度恢复了平静。楼下不远的地方就有饭馆，各式菜系都有，算上来回的时间，吃一顿饭花上1个小时的时间绰绰有余。可他们回来，已经是3个小时后的事情了。我也不怎么在意，或许是他们去了别的地方吃饭，耽搁的有些久了吧。张琴回来就去洗了个澡，等她洗好后，我习惯性的去给她洗换下来的脏衣服。可一走进卫生间，
我再次看到了洗衣篓里湿漉漉的内裤。我走过去，将他的内裤捏在手里，心中警铃大作。昨天他把内裤打湿，我还能说服自己是多想了。可今天他又一次这样做，让我不得不怀疑。我伸出手，摸了摸内裤凸起的那块布料，触感有些黏糊，像是人体分泌出的那种液体粘在上面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我不能让自己陷入恐慌之中。想了想，他这次是和新搬来的邻居小燕一起出去，又一起回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多小时的时间，他们一直在一起。而且张琴帮小燕搬行李的时候太过热情，让我不得不怀疑。因为张琴从来不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从不会无缘无故去帮一个人。衣服洗好后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回房间躺下。张琴也不和我说话，一直抱着手机聊天。我故意探头过去，想看看他在跟谁聊天，他却警惕地将手机屏幕熄灭，说在跟同事聊工作的事情，不方便给我看。这一夜，我失眠了，身旁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我蹑手蹑脚起身，拿起张琴放在床头柜的手机。拿起的瞬间，手机屏幕亮起，他的屏保用的是我结婚时拍的婚纱照。想了想，我把手机放回去了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很难再去相信。但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疑神疑鬼的怨妇，所以我想再信他一次。第2天，吃过晚饭后，我躺在床上刷着微博，张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抱着手机聊天，时不时露出一个笑容，看起来很开心。突然，敲门声响起，小燕走了进来。张哥，我房间的窗帘坏了，你能帮我修一下吗？窗帘怎么会坏了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帮你修。张琴不假思索就去了隔壁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本想着再相信他一次，可他又一次让我失望了。我以为就算他们之间有事，也不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做点什么。谁知道张琴这一去，1个小时后才回来。回来后，他拿着干净的衣服要去洗澡。我走到门口拦住了他。你不觉得你应该解释一下吗？修个窗帘需要那么久吗？张琴直接拉开了我，脸上表情不快。殷小慧，你又在发什么神经？小燕一个女孩子，窗帘那么高，你让她怎么修？同样都是女人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人家呢？说完后，她就走进了卫生间去洗澡。我觉得有些可笑。我问她修个窗帘为什么要那么久？她答非所问也就算了，和一个单身女孩独处一室那么久，还理直气壮。今天晚上，我又一次无眠。等张琴睡着后，我走过去拿起了她的手机。这么多年，她的手机密码一直是我的生日，可这次我输入密码，却显示密码错误。她竟然连手机密码都换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，小燕还是那样见到我就热情地笑，一口一个小慧姐，叫得十分亲切。我还以为是自己想多了，或许她不是我想的那种人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张琴正想和我亲热的时候，她突然连门都没敲就冲进了我们房间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同时有些奇怪，明明我锁了门的，她怎么能进来的？一般来说，
撞破这件事情，肯定会避嫌。可小燕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对不起啊，门没锁，我就进来了，没想到打扰了你们的好事。张琴也没有去看受到惊吓的我，反而安慰起了小燕。没事没事，你过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小燕可怜巴巴地说道。张哥，我的房间有蟑螂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蟑螂给打死？我最怕蟑螂了，要是没找到蟑螂，我晚上都不敢睡觉了。张琴满口答应下来，没问题，你先回去，我穿个衣服就来。小燕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后，关门出去了。张琴拿起衣服想要穿，我伸手夺了下来。你能不能不要去他那里了？张琴皱眉，为什么？你觉得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抛下我去找他合适吗？张琴听了我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。你刚刚也听见了，小燕说她屋里有蟑螂。好了，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来。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开始不依不饶。不行，我不许你去。张琴的脾气也上来了。殷小慧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？你不是总和我说要乐于助人吗？现在我听你的了，你怎么还胡搅蛮缠起来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不管，总之今晚你不许去，只要你踏出我们的房间，就别想再回来了。神经病！张琴丢下这3个字后摔门而去，留下我一脸错愕。以前只要我说这句话，张琴都会来哄我，而且有求必应。这一次，她居然骂我神经病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去了隔壁。我缓缓盖上被子，暖意渐渐覆盖全身，但是心却越来越凉。这一次，张琴仍旧是过了1个多小时才回来。看着仍旧湿漉漉的内裤，我忽然涌上一股恶心的感觉，差点吐了出来。今天的衣服我没再帮他洗，可等我第2天下班回来，看见他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了，晒在客厅的阳台。张琴从来不会洗衣服，所以这衣服肯定不是他自己洗的，而且就算是他自己洗，也不会晾在客厅的阳台，因为我们房间有一个小阳台，就是用来晒衣服的。小燕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玩手机，见我盯着那些衣服看，笑呵呵解释：小慧姐，我看张哥的衣服放了很久都没人洗，所以我自己洗衣服的时候，顺便把他的衣服一块洗了。张琴这时候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手上端着一盘西红柿炒蛋。来来来，菜做好了，快来吃饭。这句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吃过饭再回家。我看着张琴摆放碗筷的样子，突然觉得自己有些不认识她了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她从没给我做过一顿饭，即使是我生病了，她也只是给我点外卖。可今天，她居然给一个才认识几天的女邻居做饭吃。见我盯着她，她有些不自然地说道：你回来了，我想着你上班回来还要给我做饭，实在太辛苦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还是我自己做饭吃吧。我一言不发，只是面带讥笑地看着他，给他做了这么多年的饭，他不觉得我辛苦，偏偏在小燕来了之后，他觉得我辛苦了。我看，他根本就不是怕我辛苦，而是想做饭给新来的女邻居吃。
小燕却仿佛没有感受到我和张琴之间的低气压，她穿着拖鞋，兴奋地走到了餐桌旁。在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瞥到她脚上的拖鞋有些眼熟。你怎么穿着我的拖鞋？小燕表情一僵，正要解释，张琴反倒先她一步开口：“是我拿给她的。你不是有2双拖鞋吗？给她1双穿，又怎么了？”小燕眨了眨无辜的双眼，冲张琴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。我不自觉捏紧了拳头，可这是我新买的，我自己都还没穿过。我的旧拖鞋穿了5年，底都坏了，我还舍不得扔。这次给自己买了1双好点的新拖鞋，可也一直舍不得穿。可张琴居然把我舍不得穿的新拖鞋拿给了别人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了？这双拖鞋就当是感谢他给我洗衣服的，不行吗？张琴的语气中满是不耐烦。我突然没了争论的力气，默不作声地回到了房间，看着床头柜上我和张琴的合照，我开始思考起我们这段婚姻存在的意义。没想到我和张琴7年的感情，会毁在一个才搬来几天的女邻居手里。第2天上班，我脑子有些浑浑噩噩的，差点搞错了一个合同。我赶紧让自己振奋起来。这个合同我辛苦了几个月才拿下，等合同款下来，起码能拿6位数的提成。正当我认真上班的时候，闺蜜潇潇突然给我发来了2张照片。我点开一看，整个人顿时僵在原地。一张照片是张琴环抱着小燕给她选衣服，衣服是一件性感的黑色蕾丝。另一张照片是张琴笑着给小燕刷卡买下了那件衣服。潇潇是我老家的闺蜜，刚好在那家店工作。张琴已经不记得她了，但她却认得张琴。微信里，潇潇还在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。下班回到家，张琴和小燕都不在。我没有开灯，沉默地坐在房间里等。张琴回来的时候，被我吓了一跳。我翻出闺蜜发给我的那张照片给她看，眼中尽是冷意。你该不会跟我说，你只是把她当妹妹，陪她挑选衣服而已吧？张琴的表情有一瞬的慌乱，随即就恢复日常。不然呢？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小燕初来乍到，对京都不熟悉，我陪她买点衣服怎么了？看着她那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再次选择了沉默。这一次，我不仅没有感到难过，反而感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，仿佛卸下了心头的大石。之前总舍不得这7年的感情，但现在我已经彻底看清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张琴离婚。心中有些悔恨，我想起了远在南方的父母。我家条件不错，我从小虽说不上锦衣玉食，但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父母都会满足我。当初我要嫁给张琴的时候，他们拼命阻拦，甚至放话要和我断绝关系。一来是张琴家实在太穷，他们不想我过苦日子；二来张琴家远在北方，他们不想让我远嫁，毕竟只有我这一个女儿。最后，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沉浸在爱情中愚蠢的我，而我也在张家吃尽了苦头。结婚当天，张家就喊了一堆亲戚在小饭店吃了顿饭。张琴家中是一贫如洗，一家子都租住在一个2室1厅的小房子里。我嫁过去以后，只能和张琴挤在一个连衣柜都没有的小小次卧里。
张琴的母亲又是一个十分强势、爱斤斤计较的人。总之那段时间，我可谓是受尽了委屈，但我不在乎那些，想着只要张琴对我好就行。后来我父母在表姐的口中打听到我的日子不好过，一时心软，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。车子现在是张琴在开，房子买在老家，张琴的父母住着。买的时候，我鬼迷心窍地听了张琴的话，还把房子车子都写在了他的名下。如今想来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所以就算是离婚，我也要把属于我的东西要回来。次日深夜，张琴喝得酩酊大醉，在同事的搀扶下回到了房间。回到房间后，他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我拿起他的手机，对准他的脸，趁着他不省人事，掀开了他的眼皮。面容解锁就是好使。这一次，我成功打开了他的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我找到了他和小燕的聊天记录。和我之前猜想的没错，他和小燕之间确实有一腿。我拍下了他手机上和小燕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，在网上翻，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认识了10几年的高中同学。早在去年回老家，他们就搞在了一起，还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傻子，玩弄在股掌之间。我不动声色地放下了张琴的手机，努力平复着自己心中的气愤。一开始我只想要回自己的东西，和张琴和平离婚，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我要让他们这对狗男女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要在张琴的晋升宴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揭露他和小燕的真面目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给张琴做了他喜欢吃的鸡蛋面。他见我态度缓和，还以为我已经不计较之前的事情了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。我趁机提出要给他办晋升宴。就在昨天，张琴晋升成了他们公司的部门经理。他高兴地一连发了好几个朋友圈，还和一群狐朋狗友去了 KTV 庆祝。张琴眉心跳了跳，我知道他对我的提议心动了，可他的表情还是有些犹豫。办晋升宴，估计得花不少钱吧？贱男人，给小三花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反而到我面前来哭穷。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，面上却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。钱的事你放心，我去年的奖金下来了，应该足够办一场晋升宴。张琴见我这般讨好他，面上十分得意。行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老婆你放心，我在公司混得好，肯定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内心内冷哼，他总是这样擅长画饼。可惜，这次我不会再傻傻的上钩了。晋升宴定在7天后，我打算再忍7天，可有些人却先忍不住了。小燕这几天没事就穿着一身名牌衣服和包来我面前晃悠，把张琴喊去她的房间帮忙。而我装作不知道那些都是张琴给他买的，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，也从不阻拦张琴去他的房间。小燕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两人见我态度变好，做事更加肆无忌惮起来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能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。这天，趁着小燕不在家，我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，却在她的梳妆台上看到了我上半年买的大牌香水。怪不得这瓶香水我怎么都找不到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弄丢了，原来被张琴拿去借花献佛送给了她。不仅仅是香水，
还有我婚前给自己买的金银首饰，也都躺在了小燕的首饰盒里。这些首饰价格不菲，而且有的上面还刻了我的名字。没想到小燕的癖好还真是特殊，不仅喜欢用别人用过的男人，还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。我默默拍下了这些证据，正要离开，眼角却瞄到了床头一个香奶奶的包包。这只包是限量版的，价值不菲，最起码要10几万。小燕并不是什么有钱人，也没个正式工作，肯定不是自己买的。可张琴一个月工资也才1万多，根本舍不得拿1年的工资去买一个包。我悄悄留了个心眼。当天晚上，张琴又是喝得不省人事。我再度翻看她的手机，找出她的银行卡账单，发现她有好一笔7位数的大额转账，而转账方居然就是她的公司。这下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转头就在晋升宴的邀请名单上又多加了几个人。晋升宴很快就到了，我特地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，换上了一件得体大方的礼服。张琴看着打扮后的我，眼睛都直了。我当年在大学里好歹也是个系花，自认为长得比小燕好看多了。可惜有些人觉得家花再美，也没有外面的狗屎香。来到酒店外，张琴又一次被我惊喜到了，因为我花了大价钱，把晋升宴摆在了一个5星级酒店，并且还给了他一张房卡，告诉他我在楼上订了一个大床房。张琴兴奋不已，当即搂着我的脖子亲了一口。我极力忍着恶心，脸上的笑容都差点维持不住了。接下来，我热情地招呼着各路宾客，极力扮演着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妻子。不出意外，小燕也来到了晋升宴。她故意端着红酒杯走到我面前，面上露出不屑。小慧姐可真是有福气，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的工资，却找到了张哥这么好的老公。我笑了笑说道：“这种福气给你要不要？”小燕不屑地凄了一声，眼里有藏不住的得意。我自有我的福气，不需要你给。倒是小慧姐你，可真得努力了。张哥都当上部门经理了，你一个月还只有3000块钱工资，这点钱，在京都连洗脚水都喝不到热乎的。我仍是看着他笑，态度挑不出一点毛病。在外人看来，还以为我们是一对感情至深的姐妹。见我不反驳，小燕觉得有些无趣，端着红酒杯往张琴那边走去。看着他们一起往楼上走去，我知道好戏即将要开场了。估算着他们应该已经走进大床房，我才走上迎宾台，拿起话筒。首先，感谢各位赏脸来参加张琴的晋升宴。接下来有请张琴上台，发表一下晋升的心情和感想。可等了半天，也没见张琴上来。众人看了周围一圈，都没看到张琴的身影。正当感到疑惑时，我背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我故作疑惑地回头，正看到张琴和小燕2个人亲密的画面。霎时间，会场一片安静，众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活色生香的一幕。还有许多人掏出了手机录像，拍下了这场直播。张琴、小燕，他们怎么会？我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，哭着跪倒在地。闺蜜潇潇走过来扶住我，悄悄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，称赞我演技了得。
屏幕中，小燕和张琴卿卿我我。张哥，小慧姐还在下面呢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张琴勾勾小燕的鼻子，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更何况，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吗？张燕再度按住了他的手，语气撒娇黏腻。那张哥，你什么时候离婚娶我呀？人家整天和你生活在一个屋子里，却不能喊你老公，都憋屈死了。也不知道那个殷小慧有什么好的，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还不是靠你养着。要不是看在她娘家有钱的份上，我早就跟她离婚了。谁知道他爹妈都是抠门鬼，这些年都不给我们钱花。小燕，你放心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只盼着他爸妈早点死，那他家的财产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，我再和他离婚娶你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而我从听到他那些话开始，整个身子如坠冰窟，额上都冒出了冷汗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他打的就是吃绝户的主意。怪不得他总是打听我爸妈的身体情况，还让我多和他们联系，面上装成一副孝顺女婿的模样，背地里却在咒他们早死。亏我还以为遇到了真爱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大屏幕里还在继续，小燕的脸上有止不住的喜色。那张哥，你昨天答应我买的那个包包，今天能不能买给我？张琴脸上露出难色。我在公司搞的那100万给你花了一半，其他的都拿去打点关系，都已经用光了。可是人家就是想要嘛。张琴有些招架不住，立马投降。好好好，今晚我就再去公司的账上划点钱，到时候你想要啥我都给你买。台下张琴的领导们个个面如土色，还有人已经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为了防止张琴买通了关系，我把他公司的好几个领导和股东都请了过来。这场直播是在警官冲进他们的房间之后结束的。事情过去1个月以后，我去看守所探视张琴。张琴整个人憔悴了许多，脸上还有许多淤青，想来是被人关照了。她痛哭流涕，拼命向我解释那些都是误会，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把她救出去。小慧，看在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一定要救救我。这里面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，我一刻也不想再待了。求求你帮我去公司求情，让他们撤诉吧。我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，不屑地看着他。张琴，你该醒醒了，我花了好大功夫才把你送进去，怎么会救你出去呢？张琴终于反应过来，情绪激动地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殷小慧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你居然陷害我！殷小慧，你不得好死！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张琴又怂了下来，开始恳求我：小慧，我知道你是生气我和小燕的事情，我只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，想搞点钱买房子而已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把我弄出去好不好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别把自己的贪欲说得冠冕堂皇，更何况我自己赚的钱已经够买房了。原本我还想着给你一个惊喜，幸好及时看清了你的嘴脸，以后的日子你就在里面好好思过忏悔吧。说完后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看守所，任凭他在背后哭喊着认错道歉。半个月后开庭，张琴以挪用公款和重婚罪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。小燕是从犯，
再加上我状告他盗窃，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。张琴和小燕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他们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骂。以后就算他们出去，也没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了。我上诉法庭离婚，张琴属于重大过错方，净身出户。我把爸妈给我买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，带着钱回到了南方老家。经过这些事情，我终于知道父母才是无条件爱着我的人，所以我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好好孝敬我的爸妈，让他们安享晚年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认识陈子昂的那一年，我18岁，我家一直比较穷，还没什么见识，唯独我妈知道读书珍贵，于是我在我妈10年如一日的监督下，我突破重围，成了整个小镇里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。那时候，我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像其他寒门学子一样，熬夜苦读，最终求取功名，以一己之力改变全家宿命。可是却在这里遇见了将我一生宿命全部改写的陈子昂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丫头，和一个阅历丰富的帅气小富二代，怎样都不该归纳到一个世界的2个人，却因为陈子昂玩诚实勇敢的游戏而走到了一起。这也成了我这辈子最讨厌的游戏。陈子昂游戏输了，他1.8米几的个头就这么站到了我的书桌前，他的手里拎着我从来没有喝过的进口饮料，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忽然低头向我靠近。他好看的眼睛水汪汪地凝视着我，透着粉红的嘴唇微微翘起，带着蛊惑的声音，轻轻地问我：“花花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”这句话犹如天外之音，让我听得十分不真切。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帅脸，我捋了捋入学刚剪的荷叶头，又推了推鼻梁上的红框眼镜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烧得火红的脸蛋。好不好？陈子昂看着我满脸的真切，我知道那个答案就在嘴边呼之欲出，于是我轻轻点了点头，张口说了一个字：滚。我听见课堂后边爆发了剧烈的笑声，有人嘲笑他是谁说的。花花看见自己眼睛都直，哈哈哈！陈大少，你也有今天，不是没你搞不定的吗？我抬头轻轻瞥了一眼陈子昂，只见他面色铁青，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用嘴型说了一句：“你等着。”说实话，当时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他要找人打我，所以当晚自习收到陈子昂小纸条，让我下课以后去天台的时候，我吓得躲进厕所，那都没敢去。就是没想到陈子昂能这么不气馁，他连续3天，每节课下课都叫我过去，我被逼得节节课跑厕所，直到周5的体育课，陈子昂堵住了刚买完冰棍的我才知道，他不是要揍我。我被他一把拎着拽到了小树林，我吓坏了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我那冰棍要化了。就在我还在考虑我现在吃了冰棍陈子昂会不会更生气的时候，陈子昂忽然开口：“为什么？啊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为什么拒绝我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喜欢你啊。那你上课为什么总回头，还直勾勾地看着我？而我是回头看中啊。我就想看看离下课还有多长时间，而且我这眼镜度数不够，我看啥都得看半天。你
看见陈子昂生气，我更害怕了。我瑟瑟发抖，拎起冰棍，颤颤巍巍地递给他。那啥，给你吃吧，你别生气了。陈子昂看着我，我不明白他眼神里是什么含义，但是这双眼睛的确生得好看，而且我确实也是骗了他。我根本不在乎下课的时间，我就是想看看他这双眼睛怎么这么好看。但是让我亲口承认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也太丢人了。陈子昂却似乎打算跟我刚到底，他没接冰棍，反而拉住了我的手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，做我女朋友，行不行？手上传来那温热的触感，那是多么的美妙。这情节就好像从小看了10遍的偶像剧一样，这让哪个青春懵懂的少女能不心动？可是张开嘴，原本想要答应的话又咽了回去。我妈不让搞对象，都一家人，你妈就是我妈，怕什么？说完，陈子昂就拉着我的手走出了树林。树林外，我看见他的那群朋友正在起哄地看着我俩。陈子昂最好的朋友笑着打趣：“陈大少还是有两下子，好家伙，居然把咱班学霸给搞定了，佩服佩服！你们少废话，以后叫嫂子。”说罢，那几个人站得直直的，齐齐大喊嫂子。我当时脚都快要软了，但是还是强撑着朝他们微笑了一下，随后撒腿就跑。陈子昂在后面追，边追边喊：“哎，你的冰棍儿！”我当时脑子不知道怎么了，顺嘴回了一句：“是你的冰棍儿。”我听见后面的人更是哈哈大笑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跟陈子昂的孽缘就算彻底开始了。因为10几年来都在我妈的压迫下成长，导致我从来没去过任何娱乐的地方，甚至10几年下馆子的次数都屈指可数。他听了后大为震惊，他笑着摸着我的头，说会把这些年的缺失都给我补回来。天知道那句话的魔力有多大。他放假带着我骗过家里人到处旅游，也带我去过那些高级的旋转餐厅，甚至去商场放肆购物。我像个没见过花花世界的小傻子，在他的施舍下彻底缴械投降。他成了我眼中什么都会、什么都懂的偶像，而我在他身边毫无可取之处。我会拿出全部的生活费去攒钱买他喜欢的东西，哪怕自己一天只吃1顿泡面也甘之如饴。我只能用对他好来弥补自己的自卑，可这样的循环，也让这段感情在告别了新鲜感后，彻底走入绝境。很快，陈子昂对我就已经嫌弃了。和其他院系联谊的时候，一个万众瞩目的女生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里，她叫白嘉琪。她会化妆，会打扮，而且还是个美术生。那动人的艺术气质，让班上很多男生都难以自拔。陈子昂也是其中一个。那段时间，他嫌弃我穿衣服土，嫌弃我红眼镜丑，甚至还嫌弃我穿的内衣太老旧。而我居然天真的为了迎合他，用自己为数不多的生活费来了个改头换面，却换来他一句东施效颦。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笑的是谁，直到我在陈子昂书桌里看见的那条项链，戴在了白嘉琪的脖子上，我才知道陈子昂的西施到底是谁。那是陈子昂第1次劈腿，可是没劈成。陈子昂为了表决心跟我分了手，
可没想到白嘉琪也是个海王，而陈子昂段位太低，被骗的生活费全都进了人家的挎兜。直到白嘉琪转学到海外，他才幡然悔悟。转头来他就找我和好。毫无疑问，作为舔狗的我，很顺从地答应了。从那开始，我跟陈子昂的人生都开始有了变化。学美术期间，陈子昂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劈腿之旅。从最开始的崩溃大闹，到最后的平静无感，其实我也只用了3年。我也想过要离开他，可是深入骨髓的习惯太多，而且每次分手，陈子昂总能捏住我的软肋，一哭二闹三上吊求复合。我是真的舍不得他，他是我的初恋。我天真的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说的只是现在贪玩。他说我是他的初恋，他总觉得世界太大，怕以后结了婚没有新鲜感，所以现在玩够了，以后总会收心。我说那我也想试试，他却又说男女不一样，我会吃亏，他不会。即使这样的歪理，我都信了。我那时候脑子真是进水了，我竟然真的相信他总有一天会长大。在他的洗脑下，我开始有了一个正房的素养。有一次，我直接把他和那姑娘堵在了宾馆门口。我淡定得像个老鸨子，跟那姑娘说：“他有女朋友，你回去吧。”然后那姑娘骂骂咧咧地走了，而我跟陈子昂却进了宾馆。毕竟已经团购完了，不能浪费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姑娘半夜打电话，叫她老公，让她快点去救她。我接过电话，说你老公正在我床上，你去报警吧。最严重的一次，那个女孩子怀孕了，要死要活的让陈子昂娶她。这件事儿闹得太大，连陈子昂的父母都知道了，他们都匆忙赶来，看到的却是我熟人的拿出钱让那姑娘去打胎，并且给她讲述陈子昂是个渣男的样子。我已经为他打过3个孩子了，你这才1个，别执迷不悟了，姑娘。那姑娘哭着扇了我一巴掌，拿着钱走了，而我则淡定地补了补妆，跟陈子昂的父母打招呼。那也是第一次，陈子昂的父母知道了我这个人的存在。那时候，我们已经在一起6年了。从那之后，陈子昂终于收敛了。他弟弟陈子晨复读1年后跟我们考到了同一所学校，成了我的学弟。由于2个儿子都到了北京，陈家父母打算在北京先买一套房子，给陈子昂结婚用。于是1年后，陈子昂毕业的时候，我也成功在我实习了1年半的500强公司拿到了年薪30W 的 offer。我们也终于可以开始谈婚论嫁。可是亲家见面的那一天，即便我用尽心力为父母准备好精良的衣服和昂贵的见面礼，还是没能掩盖我们2家人中间那道阶级的鸿沟。陈父陈母带着强烈的优越感，看着我父母把公用勺子放到了自己嘴里，他们脸上带着鄙夷，就连看我的眼神都开始不屑。他们礼貌地交涉一番后，征求我父母的意见。说是征求，其实我们的意见根本就无法左右他们。房子陈家买，可是只能写陈子昂自己的名字，贷款我跟陈子昂一起还。等有了孩子，房子就写孩子的名字，彩礼20万。但是陈母的话里话外都是告诉我，这钱只是给我父母走个面子，钱要带回来。至于婚礼就不大操大办了。
结婚证等买完房子就可以领。这是完完全全没把我当回事。我的父母正要跟他们拍桌子，却被我轻轻拦下。我答应了陈父陈母的所有条件，看着一句话都没说的陈子昂，我脑袋里的想法很简单，只要能跟他走到最后一步就可以了。以前那么多风雨都过来了，还怕以后吗？就这样，我成了陈家的儿媳妇。在我父母的坚持下，他家的彩礼1分钱没收，还用这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20万给我当了嫁妆。我妈什么都没说，就说希望我能幸福就行。我跟妈说，陈子昂就是我的幸福。我住进了陈家在3环买的90平的房子里。陈子昂决定继续考研究生，而且要考美院，全家都支持他，我也不能例外。我在家里伺候公婆，照顾弟弟，给陈子昂洗衣服送饭，任劳任怨地当着保姆，还拼命工作，每天只睡5个小时。我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，以为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生活。很多同事羡慕我，青梅竹马走到今天，还是个帅气的金龟婿。这种时候，我只是笑笑。我没办法告诉他们，我从没图过陈子昂任何东西。这么多年，陈子昂大手大脚，上大学一直是我用各类奖学金和打工兼职的钱贴补他的开销。甚至现在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都是我在还，他还要上学，每个月还要补贴他大额的开销。而更关键的是，陈子昂考上研究生后一直忙，我们到现在都没领上结婚证。然而这一切我都毫无怨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了那个人，我知道，这一切都完了。多么熟悉的身影！这么多年，他依旧像个高雅的白天鹅，高贵矜持，优雅从容。他站在陈子昂的旁边，宛若一对璧人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彼时我满身油渍，带着热气腾腾的饭，载着小叔子陈子晨快马加鞭地赶去给他送饭。却没想到在校门口看到了这幅景象，我手足无措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是陈子晨拍了拍我的手，我这才回过神来。走吧，花儿，别看了，这孩子从来不叫我嫂子，也不叫我大名，就一直奇怪地叫我花儿，真是没大没小。可是我看见他这么淡定的样子，心里没由来的疑惑。你早就知道了。陈子晨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说，走吧，你现在过去也无济于事。我哥说2句，你不还是得信吗？他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会信。可是别的人我会信，白嘉琪这个人，我绝对不信。因为他就是我跟陈子昂感情最初的裂缝，也是陈子昂无数次宿醉哭喊的人名，更是第一个狠狠伤害陈子昂的人。他对陈子昂来说不一样，可是在脑海里幻想了无数我该如何做之后，我还是灰溜溜地走了，还不忘先把陈子晨送回了学校。他看着我有些担心，只说了一句别太难为自己，就被我撵走了。我一个人开着车，恍恍惚惚差点出了车祸。好不容易到了家，我看着镜子里这个满身油污的女人，印象中我就没有那样光彩照人过。我忽然下定了某种决心，趁着公公婆婆出去旅游的1个月，我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想要提前还贷款的那笔积蓄，开始出去疯狂臭美。我埋了线，做了个双眼皮，
摘掉了一直戴着的眼镜，换上了美瞳，重新打理了头发，变成了性感的大波浪，开始学习化妆，还办了张健身卡，开始疯狂节食减肥。1个月后，我扔掉了衣柜里那些经年累月不换的旧衣服，换上了各种各样杂志上的搭配套装。我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，心里却开心不起来。就如当初高中的时候，陈子昂说我东施效颦的心情一样沉重，可是我却固执地仍想一试。今天晚上是公公婆婆旅游回来的日子，1个月没有回家的陈子昂今天也会回家吃饭。我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，等待着他们归来。陈子昂回来了，他看见我足足愣了10秒钟，最后才带着满眼惊喜地握着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媳妇，你真漂亮。”我害羞地招呼着大家入座，陈子晨却看起来兴致不高，看着我的眼神里不知为何充满着恨铁不成钢。晚上，陈子昂破例没有回学校，我换上了新买的真丝睡衣，轻轻地搂住了他。子昂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陈子昂的身形明显一顿，有些紧张。媳妇，怎么忽然又提这事儿了？不是说好等我毕业之后的吗？而且到时候我们可以再买个房子，搬出去我们自己住，这样也省得2套的麻烦了。可是我想给你生个孩子。陈子昂转过身来，搂着我温柔地说：“不着急，你现在还在事业上升期，要是怀孕了，会受影响的。”我想了想也对，便不再提起此事，反而是看着他，满眼的小星星。这是我新学的套路，鬼知道这1个月我做了多少功课。陈子昂果然架不住这样的攻势，抱着我扔到了床上。就在他起身要上来的时候，他的电话却响了起来。陈子昂自然地接了起来，我隐隐约约听到电话那边说了一句想你。挂了之后，我就知道他要走了，有点事情，我得回学校一趟。你确定现在要走吗？我故作姿态，希望他留下来。我不希望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抵不过一个白嘉琪，我也不相信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抵不过他一句想你。乖，我明天再回来。说罢，陈子昂没有任何留恋，起身就走了。听见门关上的声音，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流下来。看来你失败了。我抬起头，陈子晨正一脸惋惜地看着我。我抓起被子挡住了自己风情万种的睡衣。出去。陈子晨摇了摇头。你还真是不成器。你想想，这大半夜的你让他走了，他能干什么好事？听了这话，我坐不住了。虽然我知道陈子昂这么长时间一直不回家，肯定跟白嘉琪有关，可是我总是安慰自己，白嘉琪骗过他一次，他不会再上当。我不愿相信他是那样一个烂人，而且我们已经结婚这么久了，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做，还在那安慰自己呢。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安慰自己。陈子晨转身离开，而他的那句话也刺痛了我。多年来积累的委屈，像是洪水猛兽一样侵袭着我的神经，让我彻底失控。我拿起车钥匙，追了出去。当年为了让陈子昂冬天开车不用提前热车，我花了大价钱安装了提前打火自动预热的配置，手机里一键启动，很方便。
而这个功能还有附加功能，就是能看见行车轨迹。一直都是我提前帮他热车，陈子昂根本不知道，而我也一直不想这么做。可是今天，我像是受伤的野兽，非要把藏在窗户纸背后的风暴看个清楚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的壁垒已经不再坚固了。我跟着陈子昂的定位来到了宝格丽酒店的门口，多讽刺！陈子昂带我住过最好的酒店，也就是610晚的喜来登特价房。像这样动辄4、5千1晚的地方，我在他心里或许根本不配。我故意跟前台说错白嘉琪的名字，称自己是访客，要来找白嘉琪。小姐，是白嘉琪吗？好像是。在哪个房间？前台很谨慎，说要给他打个电话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他拨出去的号码6520，没等接通，我就挂断了前台的电话。是我搞错了，朋友给我回信了，他还没到，让我在这等他，帮我开间房吧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姐，你想要什么房型？我去看看方便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上了6楼，选了一间离6520最近的房间住了下来。我贴在墙壁上，像个小丑。可是酒店的隔音太好，我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我拉开窗帘，心想着这么贵的房间不要浪费了。可是竟然被我意外地发现，窗外有个小阳台，这是偷听的最佳位置。他们的房间开着窗户，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。我关了房间全部的灯，轻轻站在黑暗的阳台上，肆无忌惮地偷听着。子昂，你轻一点，别动，小心剪到你的肉。陈子昂竟然在给白嘉琪剪指甲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安慰自己，没事，这不算什么。可是另一个声音在摇着我呐喊，都特么这样了，还不算什么？子昂，你会一直对我好吗？当然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没有看到我对你的心意吗？我不相信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喜欢你。你说如果7年之后你还喜欢我，那我们就在一起。现在7年了，我为你学了美术，考了研究生。如果这都不能证明我的心意，那我不知道还要怎样证明。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，把我的世界彻底击碎。我的心开始飞速下沉，我扶着栏杆才能勉强站立。我最好的青春，最好的7年，我为他活到没了自我，而他却踏着我的真心，去追逐他的月光，多么讽刺可笑！那一刻，我长久以来的坚持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都化作了一腔悲愤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心痛到一定程度是这种感觉。因为爱他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，等待他，一次又一次的妥协。我以为我这样的付出会换来他的理解和回报，没想到等到的却是他肆无忌惮的践踏和羞辱。7年，这7年你证明了你爱他，而我呢？可是我明明听说，你跟那个花花一直在交往。你也知道我这魅力，他抵挡不住，一直缠着我，这也很正常。好一个纠缠！我为你洗衣做饭这么多年，到头来竟然是纠缠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狗男女令人作呕的暧昧声音逐渐传来，我听不下去了，我再也听不下去了。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
我要冲进去，杀了他们。我奋不顾身地冲向门外，可是刚拉开门，陈子晨站在门口的身影让我不由得愣住了神。还没反应过来的功夫，他拉着我回到了房间。你干什么？我怕你做傻事。放开！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要毁了他们。然后呢？然后继续跟陈子昂这样没名没分的生活，把自己变成一个黄脸婆吗？当然不，我要跟他离婚。离婚？你俩有结婚证吗？这句话彻底击垮了我。我坐在地上，抱腿痛哭。陈子晨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花儿，不值得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你哥哥吗？虽然血缘上的确如此，但是我没有这种哥哥，他让我觉得恶心。”我擦了擦眼泪，站起身来，回家。我让爸妈给我做主。陈子晨的脸色突然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你好像没长脑子。花儿，你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你在这里住一晚吧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陈子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愣是被他拽到阳台上，听了一晚上狗男女的声音。我哥还挺能折腾，跟你的时候不这样吧？我伸出手要揍他，他反手握住。别生气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我在帮你坚定信心，也让你永远记住今天的感觉。陈子晨说的没错，哪怕过往这些年我能原谅陈子昂的任何事，可这一次，我都绝对不能原谅他。特别是第二天中午，我在餐厅看见了陈子昂一家和白嘉琪一家正在吃定亲饭的时候，我能想到陈子昂无耻，可是我没想到我一直敬重的公婆，竟然也如此的无耻。他们竟然在吃定亲饭，商量着陈子昂和白嘉琪的婚事。那我算什么？保姆吗？隔着屏风，我听见陈父陈母殷切地叫着白嘉琪儿媳妇，把新买的卡地亚手镯往她手里塞，还拿出银行卡，说这100万是彩礼，婚房也买好了，就在东三环，婚礼能办多大就办多大，一定不让儿媳妇受委屈，还说看了日子去领证，领完证就马上在房子上加名字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这些年的自己是多么可笑。人家不是不懂，人家只是从头到尾都没瞧得起你。陈父陈母殷切地让白嘉琪安心养胎，先不要上学了。养胎？白嘉琪怀孕了，昨天晚上还折腾成那副样子。这2个人长心了吗？而这还不是最令人作呕的，最恶心的是，白嘉琪一家人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陈子昂和他父母的那段谈话。子昂，你抓紧时间，把家里那个给撵走。妈，他好歹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能让他自己离开呀。你能等？我那大孙子还能等吗？再说了，是他自己年纪轻轻不知道自爱，给自己身体造坏了。好家伙，我从小到大只跟了陈子昂这一个男人，就成了不知道自爱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想想。别想了，要我说给他一点钱，让他自己走吧。说话的是陈爸，我平时至少觉得他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也是个如此不堪的样子。凭什么？这么多年他吃我家住我家，高攀了这么多年也够本了，1分钱都没有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找个理由给他打发出去。
这还不容易吗？这一家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居然到今天才明白，浑身的血液都开始凝聚。我回到了家中，清算了一下自己的底牌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，没领结婚证，没有法律效益，房子是陈子昂的名字，贷款却是我还。我们两个的婚姻关系，只有亲朋好友知道。现在被扫地出门，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，这就是愚蠢的代价。我不由得嘲笑自己，难道就要这样认输了吗？难道就要白白浪费这10年，换来一个如此惨淡的结果吗？不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必须要让这家人得到应有的代价。可我能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他们对抗？想了一下午，我发现我自己没有任何办法。无论我怎么骗，陈子昂也不会和我领证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找到了一个切入点：陈子晨。我知道，他对我不一样，他很有可能喜欢我，但是我并不确定。如果我跟他在一起，那就是对陈子昂和陈家父母最大的打击。可是，想到脑海里那个清澈的眼神，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利用他。就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，陈妈的一条微信彻底坚定了我的想法。儿媳妇啊，我跟你爸要用点钱，你手里还有存款吗？当初我妈给我的嫁妆，他们就是这么骗走的。想不到，如今都已经要扫地出门了，还要榨干我的最后一滴血。我放下了电话，一个疯狂的计划逐渐明晰。我要让陈家鸡犬不宁。我给陈妈回复说，下周我妈我爸卖地的钱30万就会转到我卡上，到时候就给您妈。太好了，儿媳妇，算妈借的，过一阵就还。我嘴角勾起冷笑，果然是贪心，就看你到时候这钱还收不收得下。周末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连加了5天班，麻痹自己，连单位经理都吓坏了，给我放假，直催促我休息。陈家其他人都在为了未来的儿媳妇忙活，无暇顾及家里。周6中午，正在酝酿计划的我，收到了陈妈给我发的一条微信，让我记得给陈子晨做饭。我知道，机会来了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把衣服丢在了浴室门口，钻进了浴室。这一待就是2个小时。我喷了香水，全身都涂了身体乳，还很心机地化了个裸妆。我把最短的那条浴巾围在胸前，欲盖弥彰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不满意的又补了些许腮红。当我听到门开锁的声音，还有反光镜子里那个年轻的背影，我知道就是现在。我在脸上喷了点水，鼓足了勇气，装作淡定地哼着歌，推开浴室门走了出去。随后，我听见了脚步顿住的声音，回过头，我看见陈子晨正站在离我1米的地方，惊讶地看着我，那眼神里全是惊艳。子晨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我装作紧张地弯腰去捡衣服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子晨此时的角度里定然是一片春光。我捡起衣服起身，头发有意无意地掠过他的胸前，然后一个不稳栽进了他的怀里。我清楚地看见陈子晨的脸红了，他紧紧地抱住了我。子晨，你干什么？爸妈不在家，你别冲动。多么有力的蛊惑！陈子晨直接捧起了我的脸，深深地吻了下来。子晨，放开我！虚弱无力的声音平添娇媚。
这是我故意的。果然，陈子晨抱着我直接进了他的房间，他轻轻地把我放在了床上，按住我的双手，定定地看着我。花儿，你真美。我老脸一红，不知怎么的忽然怂了。我开始挣扎，你放开我，想都别想。陈子晨比我想象中的凶猛，直到最后防线要被攻克的那一刻，我还是紧张地喊住了他。良心让我不忍心欺骗这个男孩子。子晨，你知道我知道，我会对你负责。随后，便是狂风暴雨的侵袭。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那天我们两个没羞没臊的在一起待了一天一夜，直到周一我才腿脚发软的去上班。这种感觉很微妙，也很美好。陈子昂自然也没闲着，他正在研究怎么把我撵走。可是我必须先发制人，我让人帮我调查白嘉琪的底细。出于女人的直觉，我坚信这个姑娘不简单。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通过高中老师，找到了当年白嘉琪转学之前的学校，顺藤摸瓜找到了她以前的家庭住址，在她原来邻居的口中，终于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秘密。原来，嘉琪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生活非常艰辛。她的妈妈从高中的时候就把她送去学美术，据说是交给了一位大型美术培训学校里的副校长，美其名日干爹。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。后来事情被邻居知晓，母女俩为了逃避才选择转学。而当年白嘉琪能去国外念书，也是因为这位干爹的帮忙。于是白嘉琪就从大学一直到留学归来，表面上娇滴滴的富贵人家小公主，说什么父亲早是留下一大笔家业，实际上不过是个。而更可笑的是，这个干爹对陈子昂非常好，在他的撮合下，陈子昂才和白嘉琪走到了一起。如此说来，局势非常明了，白嘉琪一定是怀孕了，给孩子找爹呢。而这个干爹为了自己在当地的声誉，把陈子昂培养成了接盘侠，好一出大戏，真是够精彩。得知这些，我的计划更添筹码。我直接找到了白嘉琪，她一脸的得意，在我拿出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之后，变成了恐惧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告诉校长的老婆，不然校长就完了。还真是真爱呢。要是我不知道他的家里人全都在校长旗下任职的话，我都要被感动了。我不跟陈子昂结婚了，你放过我吧。不，你要结婚，而且必须大操大办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陈家对我太好，我收点利息而已。我交给白嘉琪一个文件夹，告诉他结婚的时候要找的策划公司，那是我最好朋友的公司，他会狠狠地坑陈家一笔，然后跟我55分成，刚够抵消陈妈骗走我的嫁妆钱。当然这还远远不够，还有我还了这么久贷款的房子，我必须拿回来我付出的一切，所以连本带利，我跟白嘉琪要了200万。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够狠，我们彼此，等你好消息，不然就等着翻车吧。告别了白嘉琪，我回了家。婆婆惦记那几10万，我故意又往后拖。婆婆看日子估计是来不及了，还是决定暂时舍弃。晚上，这一家人就忍不住跟我摊牌了。陈子昂装作自己惹上了赌债，让我离开他。
我装作难舍难分，最后流着眼泪离开了。我能想象他们在关门后骂我蠢的样子，可我不着急。有他哭的时候，白嘉琪动作很快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让陈子昂竟然把房子产权变更给他。他贷款给了我200万，还告诉我事儿办了，以后两清，不要让陈子昂知道真相。我满口答应下来，当着他面前销毁了全部资料，心里却笑他单纯。我可以放过他，但绝不会放过陈子昂。告别了白嘉琪，我钻进了陈子晨的小车中。这个小狼狗最近粘人得很。想好了吗？去了就回不来了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你别后悔就行。车停在了民政局门口，10分钟的功夫，我们俩领了结婚证。一想到陈家3口人看见这的表情，我没由来的觉得畅快。第2天就是白嘉琪和陈子昂的婚礼，我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挽着子晨的手进了会场。陈妈看见我脸都绿了，但是顾着忙不好发作，只好把陈子晨拉到一边询问。陈子晨淡定地说了几句话，我看见陈妈气得蹦了起来，下一秒就要冲我而来，可是走到一半就被陈子昂拉了回去。不知道陈子晨跟陈妈说了什么，陈妈居然没来找我麻烦，只是眼睛红红的。我看着狗男女喜结连理，没有哭没有闹，只不过是陈子晨在现场抢过手捧花，直接单膝跪地送给我，迎来了不少议论声。我满脸笑意接过，深情地吻了吻小狼狗，他笑得十分灿烂。陈子昂的表情也十分精彩。我没有大闹婚礼，因为我必须让陈子昂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然后再狠狠地摔碎掉。于是，我在白嘉琪身边安插了一个小小的私家侦探。在某一个深夜，白嘉琪怀着孕跟老情人私会的时候，我让私家侦探故意给陈子昂打电话，说他的车在某个酒店前堵住了自己的车，车是白嘉琪开走的。酒店2个字自然而然会让陈子昂起疑心，所以陈子昂慌忙赶到了酒店。我提前安排好的服务员顺从地告诉了他房间号码。当陈子昂踹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想他的心情也跟我当初在阳台上一样吧。陈子昂像是发了狂，现场就跟白嘉琪动起了手。私家侦探把3个人扭打在一起的视频发到了陈子昂的工作群里，我还让他好心的给白嘉琪和校长打个马赛克。想到陈子昂这顶绿帽子牢牢地扣在脑袋上，我就替他开心。而这些还不是我送给陈子昂的最后一件礼物。陈子昂做了亲子鉴定，孩子果然不是他的。他大闹学校，校长也干不了了。但是校长妻子是个硬茬，接走了白嘉琪，让白嘉琪把孩子养到2岁，再让他滚出京城，孩子留下来自己养。校长媳妇不能生，以后也会善待这个孩子。陈子昂打电话质问我是不是早就知道，我笑了笑，挂断了电话。你以为自己走到了天堂，却不知道他人即地狱。第2天，我就带着房证让陈子昂滚出房子。没错，白嘉琪抵押了房子，没钱还款，是我买下了这个房子。我又回来了，陈爸陈妈几乎要杀了我这个把他家搅得鸡犬不宁的恶人，是陈子晨拦在了前面，替我教训这些不像话的家人。最后，陈爸陈妈
被训得体无完肤。我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被护着是这种感觉。陈子辰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关爱和呵护，也终于让我成了被珍惜的那个人。我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并不想赶尽杀绝。毕竟陈爸陈妈依旧是我的公婆。陈子辰3寸不烂之舌也十分厉害，从思想上、道德上、法律上抨击了陈爸陈妈一下午，说这些事情与花儿无关，这些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。花儿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没对不起任何人。陈爸陈妈也终于见识到了陈子辰的坚定，最后同意作为置换，陈爸陈妈再给我们买一套房子，这一套归还陈爸陈妈。而陈子辰买房子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希望你有安全感。你知不知道？我最开始其实就是在利用你，我知道。而且，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。说完，陈子辰又把我按倒。找个年轻的男朋友就是这点不好。1年后，陈子昂依旧过着乱七八糟的生活，因为脚踩2条船，还差点成了太监。只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，因为我怀孕了。看着陈家父母忙前忙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公婆对自己的态度竟然都与自己的老公有关。最开始，陈妈妈为了拆散我俩，1哭2闹3上吊，可是陈子辰就是坚定的不为所动。陈妈哭他也哭，陈妈上吊他也割腕，说下去陪他做个伴儿。半年下来，陈妈也没了办法。刚开始对我吆五喝六，陈子辰拽着我就走。后来为了能让陈子辰多回家，陈妈再也不敢对我凶。那时候，我才终于明白，只要有一个人坚定地选择你，那以后的日子就都是蓝天。我很庆幸，终于在兜兜转转后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